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有及时的收看到了我上期节目的比较谨慎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至少还没亏钱。咱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坊这2天又跌了下来，似乎呢还跌破位了。比特币都跌破了16500美金的大关，以太坊呢也不容乐观。整个加密行情的市场啊，就是这么的差。目前呢，市场上面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外，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跑路盘、腰斩盘。你们看一下，什么之前炒得特别火热的足球币呀、体育币呀，现在呢都基本上崩盘了。你想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找一个好好做事的项目方，比登天还难。而且呢，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大哥二哥，比特币、以太坊，他们的币价都涨不上去，其他的币呢就更不容乐观了。所以呢，面具人我对未来的行情非常的悲观。再加上你们仔细观察嘛，现在的实体经济在复苏，央行的理财的利息呢也是大于加密货币的，而且人家的币法币嘛，美元、人民币都比你比特币还要稳一点，是不是？人民币可能还不稳，人民币你有可能随时被冻卡呀、被限制呀，但是美元稳呀、澳元稳呀、英镑稳呀，是不是？而且人家银行呀、国家批准的这些正规的理财机构、国债机构是不会跑路的。但是你买比特币、以太坊，你动不动这个机构跑路了，质押池子没了，要么呢币价又跌了，对不对？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未来到底看不看好？面具人我实在是说不清楚。准确的来说呢，我觉得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未来我应该是不看好的，甚至呢，我对目前现在这种加密货币的生态应该是不看好的。为啥呢？我今天整理了一些专业研究员的学术资料，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要做一个重大的宣布，那就是我准备退出推特了。然后呢，我的电报群、会员群也打算解散了，推特也打算删了。总之来说呢，就是我准备退圈了，退出这个圈子了，我要寻找新的方向了，我要找新的能赚钱的事儿了。那至于具体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会在节目的后半段给大家着重说明的。这也是我跟大家好好交心的，可能是隐退的一期吧。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话题那就是比特币这个东西到底可靠不可靠，它有没有泡沫我找到了一些比特币的泡沫研究的专业资料，这些专业资料呢，可都是我花钱买来的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还有很多数学模型来论证。我之后呢会把这些文档的文件分享给大家的。我今天白话的先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它的研究结论。他说的就是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型的虚拟金融资产，其价格受媒体的报道和正面情绪的影响比较大，再加上呢它的价格自由波动的剧烈性，难以对其内在价值进行估算。那这对比特币的价格泡沫的检验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金融学界的经典理论认为，有效的资本市场假说，比如说股票代表的是金融资产在市场的价格以及反映其内在的价值，市场的价格要围绕在价值的上下去波动，也就是说市场的价格不会在长期的显著的去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否则呢就会存在资产价格的泡沫。他这个话绕来绕去的，你们可能听不太懂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能明白了。比如说一瓶可乐是卖3块钱一瓶，那么它的价值波动区间可能区别就在于批发商是卖2块钱一瓶，而在景区呢，旅游景点呢是卖10块钱一瓶。这些都是合理的，你能理解。但是你如果把一瓶可乐炒作到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3万块钱一瓶，那它就存在泡沫了。且这个所谓的3万块钱一瓶的可乐，它的价值会很快就破灭的回归到了它本质的价值3块钱一瓶，明白了吧？但是比特币呢，很多人说比特币总量是有限的比特币的价值是不可测的。我就告诉你们比特币的泡沫就在这儿，
它的价值是不可测的，它的价值是完全由情绪和媒体炒作以及被割肉、被套的人来决定它到底能有多少价值。它的价值是由人的这个亏损或者是幻想来决定的。有些人觉得它能涨到10万，涨到20万，然后呢被割了、被套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心理期待又降低了，能涨回来不？涨回来吧，让我回本就行了。所以它的这个价值的波动很大，它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经常是不挂钩的。而且呢，比特币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人手中去交易，也存在着比较大的价差，而这个价差呢可能会非常的大。有些人呢是1万多买的比特币，有些人呢是8万多买的比特币，而比特币它到底现在能价值锚定在什么一个价位，而去值这么多钱能换等值的产品，谁也说不准。那就是根据亏损的人、高位被套牢的人，或者是低位进场盈利的人，这些人而去平衡的一个价值。那你说这种价值怎么来平衡呢？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你不管是6万、4万、5万、3万，甚至就是2万、1万5、1万4这些人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险。有很多比特币的筹码是在2万、3万被套牢的。你说这些人他的价值怎么来衡量？他的泡沫怎么来衡量呢？所以呢，比特币现在没有办法去按一个你说把它当做货币的属性去使用，它只能在极短的没有发生价值波动的时间区间内而产生货币的属性。谁也不敢说把比特币放上1个礼拜、2个礼拜，把它作为一种货币通证来使用的。如果说我要把它作为交易货币，那我还不如用 USDC、USDT， 是不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比特币剩下的价值就是炒作投机，觉得它能涨，它能盈利，这种层面上的东西了。明白了没？那这个文章当中它也在什么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呀，包括论证它的泡沫的过程使用了非常多的方程式。那这个我在这里就不详说了，到时候呢，我把文件分享给你们，你们自己看。我直接说它的结论那就是比特币是一种完美的金融投机对象，它的投机因素是比特币价格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比特币可以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交易，且没有涨跌停的限制。还有呢，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比特币还存在着手续费和价差。那 SBF 之前不就是搞这个来赚钱的吗？搬砖套利嘛。其实我给你们念一组数据在2013年初，比特币在中国的交易量约占全球市场的份额的10%到20%。当时的比特币的价格还不足100元，而到了2013年12月，比特币的中国市场的份额就快速攀升到了近70%，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第1大比特币的交易国。而比特币的市场价格最高也达到过8000元，在那个时候甚至呢，现在呢最高达到了6万9。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夸张的数据可能是摧毁你们信仰的数据，那就是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比特币的交易量就占了全球的99.9%了。各位明白了没有？到现在你还觉得比特币是老外人兴起、老外人在玩的吗？听懂了没？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比特币的交易量就占全球的99.9%了。这东西不是洋人的玩意儿，这东西现在是人家洋人吃出来拉到屁眼里面拉出来，我们吃人家的屎在玩的东西，明白了没？币圈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各路的比特币大佬呀、交易所大佬呀、中资交易所给控制了我告诉你，币圈就算到现在也是很容易被控制的币圈的总价值才几千亿美金那如此小的这么个钱，几千亿美元，我就说了，对习近平来说，几千亿算钱吗？根本就不算钱嘛，对不对？如此小的交易量，再加上市场垄断，就导致了市场很容易被操控几个贵族、几个大老板，随便编一个故事忽悠点韭菜，大家就来追涨杀跌了，明白了没？那一旦是市场被人操控了，操控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呀，那有人赚钱就会有被操控的人亏钱，那有人亏钱就会有泡沫。各位，你们听明白了没？总结：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家仔细去看啊，各种各样的币圈博主，大部分的币圈博主啊，除了面具人我啊，他们总挂在嘴边的就是那些话啊，什么行情呀、市场呀、牛市呀，99.9%的博主只会告诉你，哎呀，现在市场行情不好，我们要等待下一轮的牛市，牛市来了，币就涨了，咱们就能把自己手里面的币给抛出去，咱们就能解套了。99%的博主只会告诉你，哎，现在啊是抄底的好机会，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为啥抄底，抄底了能咋？我抄底的这个币是能给我赚钱了，还是能买东西了，还是能换2个包子给我吃了？他会告诉你，哎，你现在抄底了，就是为了等牛市呀，牛市涨起来了，你就能把币卖了，你就赚钱了。各位听明白了没？啊，就是这么个逻辑，你觉得好不好？这个逻辑能站住脚不？啊？哎，什么资金进场呀、拉盘呀、解套呀，各位这些话你们听吐了没？啊，币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什么销售额、业绩、价值转化、商业前景、市场拓展、商业价值、卖产品、卖服务，没有。币圈现在啊，所有的博主包括项目方都给你说啊，现在熊市呀，我们就等着好好的推广布道，散播信仰，让更多的人进场，然后币价就涨了，币价涨了，我们就能解套了，甚至我们还能赚钱。那人家凭啥要进场呢？就跟你当个傻逼一样啊！现在就买币，买了以后等后面的人高价再买你的币啊，是不是？各位想明白了没？币圈现在就是一个邪教圈、洗脑圈，大家都在努力的传播信仰，维持着这个泡沫，找后人接盘啊，这算商业吗？啊，好，是因为市场不好，所以没有商业，是因为现在熊市了，所以商业起不来，项目起不来。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是商业造就了市场，而不是市场带动商业。市场不好，其本质是商业不行，要么就是生产制造力跟不上，人们没得买，要么就是供大于求，而不是市场不好了，商业就死了。是先有商人，才有买产品的人，市场是商业的产物，有了餐厅才有食客，如果没有餐厅这个东西，大家都是自己做吃的，谁想着去餐厅呢？因为没有餐厅。有了智能手机，才有人用智能手机，而不是用大哥大。有人造电脑了，电脑才能玩啊！因为电脑好玩了，能办公了，才有人买电脑，而不是市场凭空就想象出来哦，我想买个电脑，有没有人给我造个电脑？我就想说了，你连电脑都没造出来，那些消费者脑子里面能想出来有电脑这个东西吗？电脑没发明之前，人们想买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你就造电脑呀，你就造商品给他卖呀，还是说你给他卖一串串的虚拟货币，卖一串串的数据，然后呢告诉他，哎，这串数字你保存好了，存在你的冷钱包了，赶紧找下一个人来接锅，找下一个人来买盘，把你的盘子接下来。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国外的相关的文献啊。外国人现在对比特币的狂热和痴迷已经大大衰减了，老外已经是逐渐的理性的看待这个市场了。我们国人啊，还是慢一步啊，哎，还在信仰这些所谓的泡沫骗局，没有任何商业，没有任何实体的，哎，就是一串数字，你信它能涨，我也信它能涨，然后呢，它就值几十万、几百万美金了，是不是？各位想明白了没？我说了这么多，你们想明白了没？好，再来说一下我准备退圈的事儿啊。我今天有点情绪化啊，因为我他妈看穿了、看透了这个圈子了，看穿了你们这些舔屁眼的博主，废物，你们就是一条狗，知道不？啊，没了交易所，没了项目方给你发工资、发狗粮，你他妈走在马路上，你连屁都不是啊！你连一条臭狗屎都不如，知道不？啊，没有人给你们发狗粮，你们靠自己的本事，连个洗碗工都不如。我告诉你，扫大街的、扫马桶的都比你们强。让你出去到餐馆洗个碗，
去扫个大街，你看你能干得了不？能吃得了那苦不？还是去上个班，去工厂里面干一下活？你不行，你就是喜欢跟着交易所，跟着项目方，然后编一堆骗局，把这些人一骗，钱一赚，狗粮一吃，钱赚到了，然后呢，再把自己撇干净。哎，我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们割韭菜。然后呢，哎，接下来再编织下一个泡沫，下一次再把人骗了，再把钱赚了。那币圈的博主哪一个不是这？啊，你算个啥嘛？你们这些废物，知道不？老子不屑和你们站在一个所谓的什么币圈博主的这种层面上，脏我的嘴，脏我的脸，知道不？看到你们都脏我的眼睛。但是，我告诉你啊，中国人就这样，不想凭自己的本事，不想凭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就想靠简简单单的靠两片嘴编织一个谎言，编织一个梦，画一个泡泡。告诉你，有信仰能买币啊，抄底能赚钱，听明白了没？大家都知道我有会员群嘛，但是我感慨啊，这中国人骗中国人啊，就算是大家都是会员啊，也难以避免会员之间互相骗。最近熊市嘛，很多人没钱，那他就想着出来骗钱。我会员群里面也有人互相骗，我告诉你，有人被骗的啊，真的是损失惨重。我一直都警告大家，在网上跟你萍水相逢的人忽然来私聊你，给你说点话，你千万不要信。有啥事儿咱不能在群里面公开的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他私聊你干啥？给你说啥？说了你就信，信了完了你就被割韭菜了吗？对吧？很多人被骗了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都有啊。再加上我作为群主啊，管理了好几个千人群。里面确实是有不少人私聊互相骗钱的，还有冒充我骗钱的。那你说这些人钱被骗了，不得找我问一下？哎，这个群你把他踢了没？那个群这个人是谁？你认识不认识？我靠，我一天啥都别干了，光在这给你们处理这些网络诈骗了，我当个柯南了，名侦探算球，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就准备把我所有的群都关了啊，我推特也关了，推特上面很多粉丝啊。也整天 follow 这个人那个人，去跟这个盘子冲那个事情，冲到最后呢，自己都被割了，对吧？面具人我做事情有始有终，如果说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有风险的事情，我就会提前告诉你我会翻车，而且我要是投资的东西啊，我不投了，或者说我知道他们有什么内幕了，要翻车了，我哪一个项目不是在涨之前告诉你们的，然后它出问题了，我提前都会给会员说，让大家跑的。包括我会出节目也喷了，阿谢我没喷吗？他出问题了我没说吗？是不是？哎，无所谓了，这些都不重要了啊，我也不做这些了，什么群呀、会员群呀都关了。至于你们以后，你们私聊说啥了？你们谁被骗了？谁说谁坏话了？谁有纠纷了？不用找我来调解啊，我也没那本事，我也不是啥神人，你知道不？啊。我还能时时刻刻关注你们，你们说啥了，你们也不可能给我说嘛，是吧？啊，关了吧，关了吧，散了吧，散了吧。那至于为什么我敢关啊？因为呢，我找到了更好的 Web3 软件了。为啥？啊，来，我给你们看个影片，你们仔细的看好，就能明白我为什么敢退出现在这个恶心的圈子了。欢迎来到最神奇的 Web3 社交软件 Token Talk， 在这里你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可能让你赚到加密货币。关注行情走势，了解到最新的行业新闻，聚焦热门话题，币圈快到，还有发现短视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与行业大咖展开积极互动，或者你就是大咖，人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分享文字、图片、录音和短视频，获得关注和人气，甚至可以将流量变现，赚取加密货币打赏和广告费哦。不仅如此 ，Token Talk 还具备强大的社交聊天功能，你可以组建自己的社区聊天群组，它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密的。你甚至可以通过经营社群、知识分享来赚取加密货币，定制专业的付费社区。不仅如此 ，Token Talk 拥有2大独创功能：一、7月级的安全保障，群主可以设置人们只能公开讨论，不能私讯，不受垃圾讯息的干扰；
Twitter， 绝对的匿名聊天。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声音泄露，我们独创的魔音功能可以改变你的聊天声音，男生、女生，又或者是机械声，任你选择。分享赚钱，通过 Space 通行证就可以使用以上全部功能。同时，你还可以分享你的邀请码来连接自己的人脉关系。被你邀请的用户在 Space 公会旗下使用所有的功能所产生的购物费用、通讯服务费、短视频广告费、游戏消费、交易手续费都有你一份哦。所有的收益可以作为 USDS 链上资产提取到你的钱包，这是1比1兑现为美金哦，价值连城。还在等什么呢？快点登录或扫描2维码，开启你的轻松快乐的赚钱之路。祝大家玩得开心！各位，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软件我真的是非常感叹啊！它集合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看 K 线群聊，看大家发朋友圈，分享照片，分享短视频，相当于说是你装了这个软件，你就不需要再切换这个软件去看别的了啊。比如说换成交易所，上一下 K 线网站，再去看一下 K 线，然后呢想聊天了，又要切换打开聊天软件，聊完了以后再切回来，然后呢你想发一个什么心得分享了，小视频了，发一个推文了，你还得再打开推特呀、微信呀、Line 呀、TikTok 呀，再去发一些分享啊。你要是有了咱们的这个 Token Talk， 你甚至不用给手机里面下5、6个软件，来回切换来切换去的，你现在只用一个软件，全部就搞定了。比如说在软件内看完了行情 K 线，直接截个图，然后分享一下行情评论分析，或者是你在群聊里面，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发出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不用来回切换好几个软件，明白了吧？哎，如果说你嫌打字累，你还可以发语音推文，直接录音发出去就 OK 了嘛。还有呢，它的这个软件是免费使用的，你可以用于知识分享和变现、流量分享和变现。比如说，你用语音发的推文、图文分析、文章了，你的内容好，人家愿意听你、订阅你、跟随你了，或者是给你加密货币打赏，给你 NFT 打赏，那你就相当于赚外快了嘛。再比如你的流量大了，像面具人我这样的啊，别人在你的频道可以投放广告了，那你还有广告费的分成，甚至你还可以定制你的付费的会员群，按照月度、季度、年度定制时长和收费。最重要的是，你如果是做生意的话，那么你就太需要这个东西了。你建的群，没人能够私聊你的群友，比如说，就像我之前一直头疼的诈骗呀、拉人呀、捣乱呀、戳是非呀、造谣呀，在 Token Talk 里面都不行。而且呢，这种软件啊，对个人的隐私也有保护，它杜绝了现在 TG 呀、Twitter 呀、Telegram 呀、Line 呀，上面到处的都是这种私聊诈骗的，私聊给你发个链接，然后你一不小心就点进去了，然后你钱包就被盗了，对吧？这不存在。在 Token Talk 里面，咱们有啥就在群里面或者朋友圈里面公开的说，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明人不做暗事嘛，对不对啊？这对每个人都有保障。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说了啊，你让我发语音，我现在不敢发呀。对，是很多人发语音是怕被国保呀、被警察呀、喝茶呀，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Token Talk 它的这个语音功能啊，目前也是独一份，它有一个魔音功能。哎呀，这个功能啊，对墙内翻墙的小伙伴，或者是炒币做生意的小伙伴，可太有用了。为啥你们看 Telegram 呀、Line 上面呀，很多人聊天啊，他只打字，他不发语音，为啥？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在大陆墙内的呀，他不敢发呀啊！谁都知道发语音比打字省时省力，但问题就是发了语音以后，很容易被国安、国保、警察给声音定位，把你给盯上。再加上呢，区块链呀、加密货币这块又比较敏感，在国内又被禁止，所以呢，很多人聊币呀，说什么不敢发语音，要不然呢，一不小心就进局子被喝茶了。但是在 Token Talk 里面，你的讲话是可以变音的，它内置了魔音功能，可以改变你的声音，甚至把你男生变成女生，把你年轻人变成老人声、机器人声音都可以。
那你在这里面，你是不是更方便了？省得滴滴滴滴滴滴拿手机打字打来打去的，你直接有啥说啥，而且呢，你的声音还不会被声纹定位，那你不就安全得很了？最重要的是，这些功能方便不方便，实用不实用，不管你是项目方老板，还是你处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你都需要这个软件吧？还有呢，我告诉你，以上所有的功能都是免费使用的，且能让你赚到钱啊！嘿，这个软件能让你赚钱，你不用投资，你不用说啊，像投资一个加密货币、一个 NFT 一样，几百 U、几千 U、几万 U 的砸下去，你只需要使用这个软件，你觉得好用不好用，对你有没有帮助，你需不需要它？需要 OK， 你每天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如果你想做博主，想做流量主，你可以把它专门的好好的经营起来，分享出去，分享自己的推荐码。那别人进来玩，用了你的推荐码也是免费注册进来的。如果说你邀请的这个人他以后有消费，甚至是他成了网红大 V 了，或者是他在 Space 旗下所有的游戏呀、NFT 市场呀、购物呀有消费充值的，包括以后出的全球区块链购物啊，他的消费提成你都有钱赚啊，他的游戏充值你还有钱赚啊，他使用的一些附加的充值增值功能你还有钱赚啊，他作为一个博主网红的流量费打赏费你还是有提成啊，那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做区块链生意了，明白了没啊？人家这个不是说搞一个貔貅盘，搞一个泡沫盘来高拉低买啊，追涨杀跌，一波盘子拉起来了以后腰斩归零，把你们割了完事儿了，没有任何的价值锁定，没有任何的价值转化。人家不呀，人家有游戏，有服务，有购物，有商品，有广告，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完完全全没有泡沫，有人买单的东西。然后呢，项目方的格局就在这儿，无论从购物、游戏充值、消费，包括广告费，咱们作为使用者都能加入进来，都能参与当中的每一个分红的利润点，好不好啊？而且你还不用投钱，明白了没？总之呢，我不跟你们扯淡这么多了，我带我的会员，包括我的群友啊，都是第一口吃螃蟹的人，这是经营性的生意，并不是说让你现在买了一个币，就让你心里面有负罪感，让别人高价买你的币，让后人来接盘，不存在，大家只需要用这个东西，用得开心，用得好玩，平常聊聊天打发时间，或者是用他的群来帮自己管理生意，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见解呀，一些商业见解呀，你都可以做，而且你是绝对有隐私保密的，你的声音都可以变，明白了没啊？所以这个项目方人家是靠商业、靠服务、靠卖产品赚钱的，总比你炒币今天投个5000 U、8000 U， 今天腰斩了，明天归零了要好得多吧？啊！关于更详细的玩法和商业前景的分析，我明天再出节目详细的给你们说。我今天忙着推特的会员和 Telegram 会员的迁移呢，如果你们有兴趣加入啊，尽早的占领高地。如果说对，我忘了告诉你们啊，就是这个软件啊，它目前是先开放安卓用户的下载，至于苹果 iOS 商店啊，那人家有一套审核的流程，可能会晚几个月，1个月、2个月、3个月都有可能。不过呢，面具人我觉得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包括你看我是个大 V， 我也在推荐它，那流量很快就会起来了。如果你是博主，你也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他现在目前来说注册进去的会员，注册进去的人都是币圈的精准用户呀。你进去分享了你的观点 ，OK， 如果说你的流量不如我，那我现在注进去了，你是不是还能蹭我的流量？当然了这个项目方有邀请了很多大 V 博主来推广啊，不光是我一个啊，那这中间里面就有很多的精准用户，包括你在里面建群，你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经营的会员群，叫别人谁潜伏到你群里面骗你的会员，割你的韭菜，最后呢还要你来处理，你来调解，你累不累啊？把你的人都拉走了，还把你的人的钱都骗了，你累不累？如果你是个人，
你用这个，你就不用担心谁动不动给你发一个文件，给你发一个不知名的链接，然后你不小心点进去了，你的钱包就被洗了，你就完蛋了。如果你是个人，你可以尽情的聊天，聊语音，不用怕有国保有警察定你的位，把你的声音给拿出来，听懂了没？啊，现在不管你有没有苹果手机啊，先弄一个安卓手机，对不对？等以后软件火了，都用你的推荐码，那你就躺着赚钱。广告费你有钱分，购物费你有钱分，交易手续费你有钱分，游戏充值你有钱分，什么东西你都有钱分。只要是这个公司有赚钱的环节，它都让你参与经营，多好的！我举个例子啊，单纯就说流量费这一块，面具人我是个大网红。如果说你运气好，你推荐了我，你用了我的推荐码，那我这边所产生的任何广告费、会员费、流量费、打赏，包括我推广出来的用户的消费、游戏充值、NFT 啊、币的交易手续费，你都有钱拿啊！等于说是你运气好了，你推荐面具人了，那面具人给你打工了，多好的！一说到这儿，我做个活动吧。啊，你们现在进这个软件的链接去下载去注册，然后获得了邀请码了以后，把你的邀请码留在我的留言区，我会从中抽取1名，用你的邀请码来注册。面具人，我给你打工，祝你好运，再见。